去跟别的新的人在一起，回忆全部都作废，这个值得吗？回忆有的时候回忆作废了吗？我很高兴你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就没有了吗请回答。我觉得你这个立论就有问题，说那些回忆都很珍贵，为什么不要？没有不要啊，谁说就不要了？谁说离了婚，从前的人生就失败了？所以你可以，谁说离了婚，从前就那个爱情就没有了？高晓松，你作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，你可以靠着你的作品留住这份回忆。可是我若是一个不会创作的人，我可以靠留着这个人，留着这个婚姻作为我回忆的依赖吧？可以吧？如果没有爱了，你留着这个人，还不如你让这个人永远留在你心里，是那个年轻的时候的他，你爱的时候的他，在你心里，对吗？为什么不呢？我们人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基于有没有爱而决定的。我们到了最后说老来需要一个伴，这个伴是跟另外一个人的连接，那个依赖。你觉得那时候爱还被放在老人家找一个伴的最高的标准里面吗？恐怕没有。他需要有个人陪在他身边，他半夜起来吃感冒药摔倒的时候，有人扶他一把，替他抱。那有多少老人是最后两个人老来黄昏恋，组成了新的家庭？难道因为这样，这两个老人从前的成长、爱情、年轻的时候付出过的所有的誓言，都是假的，都是错的吗？我想他们的回忆打了很大的折扣，把那些东西都留在心里，而再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呢？是，所以你如果这样子衡量之下，然后你觉得我依然必须要离婚的话，我们这一方当然是同意你必须要离婚的。我们现在只是在提醒你说，不要动不动到学校去一不爽就说我不要上课了，我不要考试了，我要翘头，我要。我们这一方也没有说过一天的冲动就要离婚。你们这方的冲动，今天早上我醒来就发现这个就要离婚。你们这方的冲动是说他醒过来看到这个女人，他硬不起来，他就要离婚。我跟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天底下有多少夫妻看到对方已经硬不起来了吗？就是这是常态，你根本不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理由。你不能说硬不起来要离婚，是因为我对他没有爱，我没有欲望了，所以我要离婚。我没有办法再跟他履行夫妻义务了。我相信不仅仅男生有这个需要，女生也有这个需要。那女生如果也不想跟我履行这个义务的话，她也可以离开我，这是一个双方的。我又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亲爱的，我又不是神经病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三个又不是心理阴暗，告诉你们，哎，你们两个没有爱，必须离婚。哎，你们爱离不离正儿八经的。但是我们年轻人，我们就是要把态度摆端正啊，我们就是要离婚呐。如果没有爱了，怎么了嘛？潇潇是一个非常的标榜他因为年轻所以可以耍任性的这么一号人物。那我当然只能祝福他在人生未来的处境当中不要出现。你祝福我要离婚？我根本不相信你会结婚，你会结婚。我们走着瞧，走着瞧。爱了要不要离婚？没有爱不要离婚。其实这个点我们也有一些很困扰的问题啊。比如说高老师这个问题。高老师站在我们这边吧。这个你就别深挖了，有可能。现在我们第一个是爱情的责任，责任一定是重要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说责任，我们要说爱，就是不准他们偷换概念。对，我们说的是爱。反方有结婚的，金老师估计又得教我们怎么做人了吧？知音读者，但我觉得对方很会讲故事，就是对方潇潇还蛮会讲故事的。我们相信我们要靠自己就可以打出一片天下。本节目由不走寻常路的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。下载网易云音乐，收听奇葩说每期主播电台，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榜，为喜欢的选手投票。题目已经定了，没有爱了，要不要离婚？正方是要离婚，反方是不要离婚。我先问一下，你们5位当中谁是结了婚的？这个全场好像就我一个标准，全场就你一个是结了婚的，是吧？好，那个你们分好位置，我们来问问2位团长啊，您在哪派？鉴于这个论题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，刚好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嘛，所以好不好？是个有发言权的。所以我选择弃权，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题由我跟康永来
各带一对，其实不太好啊。我觉得应该由康永和袁姗姗小姐各带一对，因为男女各自有不同的立场对爱情。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，可是可不可以这样子，就是说袁姗姗带的那一对呢，你要当军师，可以吗？哎，我在旁边支招，好吧？好吧。所以你袁姗姗支持哪边，我都可以帮你支招。行，那我们就不用问蔡团长了，因为那我是不是得选择看是哪个方你比较善于支招？我都可以。没关系，他很有经验的，你放心，这个话题他很有经验。团长就他最厉害啊！好，那蔡团长你吃点亏，我们让袁姗姗先来选，对吧？没有爱了，要不要离婚？为什么我们有这么长时间的沉默？因为她脸长得漂亮，爱沉默多久都行。我自己会选择不要，但是作为高老师是我的军师，我选择要。我要听你讲话。太内行了。那你的选择是要还是不要？你是主辩手，所以你选择你的，心里真的是那么想。但你说不出话，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你。不，所以我一定要因为你心里不这么想的话，你就心生虚了。听你说话要。OK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因为这个？我不知道。你们觉得高晓松有一种意乱情迷的感觉。豪情可以先告一段落，让我们继续话题吗？那个你选择的是要，蔡团长，我选择不要，选择不要。没有爱了也不要离婚，没有爱了也不要离婚，那就刚好你们是一对的，是吧？然后这是你的队友哈。好，我们请现场所有的观众啊，红蓝选择。正方是要离婚，反方是没有感情了也不要离婚，请选择。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。今天的主辩手坐第一排，2排为协助议员。比赛中，观众可以随时变换信息，按下啪啪钮，红正蓝反。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好票数量决定。好，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有61个人认为，即便没有爱了也不要离婚，39个人认为没有爱了要离婚。我们话题的讨论开始。那作为一个年轻人呢，我还没有结过婚，那我就说我自己吧，我恐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敢结婚。因为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给别人承诺海誓山盟，我们一辈子要坐着轮椅慢慢摇的这种人，而且我身边有很多的人，好像一直困在婚姻里面，可能是我们的老几辈这样子的人。这种故事我觉得不胜枚举，我就说一个事例 ，OK？ 哦，不是事例，一个理论 ，OK？ 为什么我觉得要离婚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不爱的人躺在我的身边的话。在夫妻之后，我没有办法跟他履行夫妻义务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发生性行为。我觉得我不下去，我一起来，这就是我的看法。谢谢大家。简单直接的陈述，有理有据啊。王梅。其实我也没有结过婚，但是从我自己感情出发，我是一个女生，我最讨厌我男朋友或者我以后丈夫对我说什么话呢？就是不管什么样身份，说我爱你，但是我对他有责任。不管我是那个你还是那个他，我都觉得非常的恶心。我觉得这种男人说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渣。你已经不爱我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？让我每天和一个已经不爱我的人，我和他一起生活，和他一起睡觉，那其实我和有什么区别？我是免费的，只有这唯一的区别而已。如果不爱我了，不要再对我负这样责任。我觉得女人不需要这样的责任，我们值得这辈子找一个真正对我有感情的人，我们和他过一辈子，而不是为了所谓的责任。我觉得有一些人他要的太多了，他又想要自己所谓的爱情，又想要所谓的责任，其实真的不需要。我们女人不需要这样的责任，而且。当我们碰到这样的男的时候，会有人居然跟我说你超幸福，你有一个有责任感的男朋友，他有责任在哪里？王梅，哎，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你觉得镜头后面有一个特定的、特指的一个人吗？为什么这个节目把这么多人的童年阴影全挖出来了？我是隔着镜头在对某一个人说这样的话。啊，人家讲的是自己的真实故事，就差点名了，多好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他看到这个节目。好。姜思达，你请。
要说我和离婚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呢？确实没结婚，但是说实话，我又是，来自一个离婚的家庭，所以没了爱的时候，不应该离婚，似乎有很多牵绊在。有很多人说这个牵绊是孩子嘛，但是就在孩子这个方面，我觉得我有话要讲，因为我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，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刚从这个小学的在北京夏令营回家我带了一串玩偶。就是分别代表着我的父亲、母亲、我的我姥爷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妈看到这个就哭了。然后晚上呢，在这个火锅店里，大家一起吃饭，我爸就问我，他说，这个爸爸妈妈要离婚了，你同意吗？我当时反应非常的快，我说同意啊。然后我爸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，那你跟谁？我说我跟我妈。其实为什么会反应那么快呢？因为即便我知道不离婚，他们两个没有爱的时候，家里也是鸡飞蛋打，有的时候他们会互相争吵打架，有的时候就是甚至那种冷战，就是让我心里还是蛮难受的。所以与其这样，不如好聚好散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离婚的事情太污名化了，把它想得很难听，说我离过婚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人生的污点，但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觉得永远对你的爱是相信的，永远相信你拥有爱这个权利是更值得尊敬的。谢谢。39到54，您挣了15票。老姜啊，他是来自一个就是已经离异的家庭，那我是来自一个险些离异的家庭。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社会上只要是2口子，他就会吵架。险些离异的家庭。对。这个世界上有不险些离异的家庭吗？对呀，所以我说嘛，就是每个家庭都会有争吵，对，都会闹离婚。而且甚至就是一个常态了，因为我爸妈是就是当时他们晚婚嘛，结婚以后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为什么叫思达，我不知道姜思达是不是这样啊？因为我爸爸说，星星的英文是 star， 然后爸爸是太阳，妈妈是月亮，我是星星，所以我叫刘思达。大概4、5年级开始吧，爸爸妈妈就开始吵架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啊，我们家里那么和谐，感觉是个太阳系，应该不会吵架，一直都会周而复始的运转。我是没有那个概念说，相爱的人是会吵架的，因为毕竟小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们就开始吵架，吵得特别厉害。我甚至会怀疑，啊，这爸爸妈妈怎么像陌生人一样，像敌人一样？因为甚至有的时候会动手，我是理解不了的啦。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办离婚，我甚至也像姜思达一样，就问我说要跟谁。我当时很抵触，我说谁也不跟。我说那你们离婚我就去死。小时候比较偏激。然后后来有一天，我记得我是在睡觉，半夜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妈就过来。突然叫我嘛，星星那个爸爸生病了，妈妈陪他去趟医院，明天早上你自己起来去上学。我当时迷迷糊糊反应了一会儿，反应的时候我就听到门已经要关了，然后我马上爬起来，我就去看。我妈妈1.58米，个子很矮，当时是80斤，因为我妈妈心脏不好。我爸爸1.84米85的样子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挺壮的，160将近160斤，2倍。我就看见我妈妈，就把我爸爸背在身后。就一步一步往前面走，下楼梯，下了楼梯以后，而且打不着车，我一直跟在后面，我看到打不着车，我妈妈是这样，真的是把我爸爸背到医院去的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就好像对面的王梅同学背着小松老师那种感觉，那是什么力量啊？我就想问大家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他们吵架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们不爱了，他们自己以为他们不爱了。但是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就是时有时无，时浓时淡。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去左右我们婚姻是否存在。既然我们决定了牵起手来走进这个婚姻殿堂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我们一辈子都不要放开手了。不管再大的困难，再多的争吵，我们都要努力往下走下去。我看过一句话说，不管你有没有结婚，可能你是情侣，一男一女在一起，你会有100次剑拔弩张的时候，你会有100次觉得对方是他的陌生人的时候，你会有100次觉得我靠，我当时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。你会有100次说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到死的时候，但这都不是事儿，都比不上有一瞬间我想要拥抱你的时候。既然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如果他也爱你，那么我们就要结一场永远不分开的婚，我们就要一直往下走，不管有多难，我们都往下走过去。因为爱这个东西有时消失了以后，它根本不是事儿，它会回来的。那么一瞬间走了，他会回来的。我想就是告诉大家所有的人，如果你决定走下去，你就要走下去，不要害怕。
翻盘了。刘思达这番话说完了以后，看结果啊，68、69、70、72，哇，刚才是34，现在77，可见我们现场这100位观众是多么心里没底的观众。刚才刘思达在那个讲那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看你，我父亲母亲现在50多岁了，也只有我一个小孩，他们走到现在。我相信他们很早就没有了爱情，但是他们依然有亲情。我妈妈依然关心我爸爸，我爸爸依然关心我妈妈，说明他们还是有爱的，所以他们才走到了今天。但是我觉得，作为这个选手们里唯一一个已婚的人士，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刚才现在我们这场不是在辩论，我们是在说一些真理，我们说一些生活里的那种常态。其实有一个真理就是，刚才每一个人都说了，包括这个袁姗姗也说到了，就是你所爱的以及你爱的都将。你爱你的都将离你而去，这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子嘛。我们的爱情就像也许它是多巴胺的作用，也许它能持续6个月，持续4年，但是它的激情终会消退。但当爱情褪去之后，你剩下的会是什么？你剩下的会是依恋，你剩下的会是记忆，你会是过往，你会是生活的一种习惯。因为像刚才听他们每个人的故事，其实他们很多故事都非常打动我。我刚才就设想着那种场景、那种场面。就算是 OK， 我们没有爱了，但我们已经结婚了。如果有一天这个人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掉了，然后我走在这个屋子里，这是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屋子。然后我打开这个柜子，这是曾经放着我们一起共有的衣服，这是我们一起在这儿躺着嬉戏过的沙发，这是我们一起看过的电视，这是我们一起盖过的一床棉被，甚至这是我们一起养过的一条狗。然后如果我就算没有爱情了 ，OK， 我还可以有我的依恋，有我的亲情，有我的友情，有我的一切的回忆的东西。宇轩，你太太好吗？蛮好的，蛮好的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就你讲的这么你讲的这么深情的一个故事，让我瞬间就想问候你。然后思达，你还好吗？没关系。啊，是吗？因为我看你一直在洗脸。因为我觉得，其实金老师说的蛮对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爱不等于陪伴，陪伴不等于爱。但是有一句话说嘛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好，艾丽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知道你已经憋得不行了，那个。来吧。首先，我觉得现场的气氛现在有点悲壮，但是我想请问一下，现场我看到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朋友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作为一个男生，我现在对一个女生说，我说我爱你，我要对你海枯石烂，至死不渝，你们谁会相信？我说我一辈子不跟你们离婚，你们谁相信？你说我肯定不信。OK， 我也不会对你说。对，是的。OK。我还想问一下现场的男生，就是你们有多少人曾经对自己的女朋友说过这样子的话，但是最后分手了？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恋爱经历嘛。好，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？可能刚才我们这一边的论题会让大家觉得我们很冷血，但是对不起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年轻人，我们不可能一眼就看到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爱情，在婚姻当中，我们永远不会不喜欢这个人。我们不能够保证，我们不能够放弃国家给我们这个权利，就是离婚的这个权利。本身大家知道，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就没什么权利。所以，我希望告诉大家的说，就是现在所有的女生，如果有一个男生，我现在拍着胸脯告诉你，他要娶你，我要对你一辈子至死不渝，我永远不跟你离婚，请你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一个渣男。最后祝福金老师能够这么早的就遇到他的 Miss Right， 但是谁知道呢？也许我命就不好呢，遇到无数个 Mr. Right， 还不准我离婚。马薇薇。已经不行了，憋行了。我本来是支持他们的，没想到他那么矫情，赶快坐过来了，怕被传染。人怎么矫情了？其实婚姻是一件特别冷酷的事情。我以为他们要说的观点是什么？是真正相爱一辈子的人是不需要结婚的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们两个都确认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对方，我们俩去领证干嘛呀？多9块钱非要交给民政局啊？对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之所以想要去结婚，就是害怕他有
一天不爱我了，所以我要用婚姻把你绑住，这才是一个真正合理的反方的观点。结果你们讲了一大堆，说没有爱了，可是我们之间还需要陪伴。我接受不了这个观点，我坐过来，因为这个观点特别容易被反驳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爱了，你需要陪伴，所以我就需要你一辈子不离开我，养条狗啊！这边都连养狗都已经出来了，来吧。我承认啊，就是我提到陪伴这个事情，确实我这个人就是逻辑很弱，但是我就是情感很丰富。那有多少人凭着逻辑在活着？我们活着不就是图情感吗？况且我还不喜欢。我们是有感情的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忠于自己的感觉啊？但是我觉得刚才听完你的故事，我不仅不认为你的父母之间没有爱了，反而我认为你的父母之间是深爱。我说过了，没有刚才爱了，不是说在每天的日常当中你都你侬我侬，就是就什么花好月圆，并不是每一天都这样的。你爱不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心里非常的清楚。甚至说，当你问你的朋友，哎，你说我爱不爱他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哎，厉害了！我想讲一个特别悲伤的故事，能不能够给个悲伤音乐吗？你站在前面来讲。舆论导向一直在出问题，到前面来讲。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悲伤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她有45岁。讲完了，这是悲伤的故事是吧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故事比女人已经45岁还悲伤。这是不尊重女性啊！这是不尊重女性。好，结束。能给我100个字，就说100个字可以吗？OK。我想说的，对，大家可以数啊，3、2、1走。这个女人叫做刘思远，她是45岁，她相信一点，结了婚以后永远不能离婚，即使没有爱。但是她和成千上万甚至百万女性一样，忍受着家庭的暴力。她每天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，回家以后要去给家里面人做饭，要养孩子。但她的丈夫并不喜欢她，并不爱她。但是他们有一点。先人告诉过她，结婚以后就不能再离了，即使没有爱的话也不能离，就是因为这点，她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她一辈子能这么屈辱着人的，她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予下一代。这个问题的话，不仅仅是我们是一个个案，而是在世界各地都会有的，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观点，结了婚就不能离，无论任何情况。所以如果发生在伊朗，我能理解。在中国也有，在中国至少有数据的有1200万人。我觉得我们想的是，我们既然是个辩论节目，那我们不应该谈的关键是个案。艾丽，你这故事白讲了。我们今天辩论题目不是在讲说，万一你被打了，你可不可以离婚？没有，但就是在讲的是没有爱了，所以不能把它推到那么极端。这是没有爱的一个前提，很大的情况。艾丽，你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？好吧，如果一定要讲我的故事的话，我不想搞特别悲的故事。我的父亲的话，3年前死于车祸。我爸和我妈天天吵架，从小吵到大。我有个妹妹。如果我自己去结婚的话，我不会去离婚，因为我知道我观点很简单，就是我要是有孩子，我就不会离，因为婚姻不仅仅是2个人的事儿，它是更多人的事情，他有你的孩子在那，你不能那么放弃。我觉得王菲很自私，啊，因为她有孩子在那里，对，她对，所以我觉得，但我不想用我一个人的个例，就是我父亲，我最后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哭得最惨的人的话是我母亲。对，我知道，我是在这边，但我不想，因为我一个人悲惨的案例就让成千上万的人受苦啊，最后就变成了所有的女性就会觉得我打死都不能离婚，然后她就会受到家庭暴力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思想。我认为啊，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其他说，我觉得你应该站中间，因为你其实很难讲你到底是在哪边的啊。好，王梅，刚才思达说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羡慕他。他刚刚说。他妈妈背着他爸爸的时候像什么？像我背着高晓松。作为一个女生，我知道我得多爱这个男人，我才肯背起高晓松去下楼梯。他父母之间是没有爱情吗？他父母之间超有爱情。你们没有经历过，或者说，其实你真的没有碰到过父母之间真的没有感情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当你们2个人真的感情破裂，你病在那个地方，他都不肯去照顾你，他甚至不关心你，他却还想说，我还想。勉强的维持这个家庭的时候，这才叫真正的没有感情。而像他这样是有感情的。思达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，当你选择要离婚的时候，你要慎重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你是不是还爱他。可是当你好好想了之后，发现你们之间确实没有感情了，那真的应该离婚。
为什么我这么懂？不是因为我离过婚，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，当你喜欢的人已经不喜欢你的时候，你每天想要……行了，你又开始你自己那个悲惨故事了。那个不，我不讲悲惨的故事，我没有悲惨的故事。再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很短。我只是想跟大家说，作为我们女生来说，我们真的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的人，过更好的生活，没有必要觉得好像让这个人照顾我们，让这个人勉为其难和我们在一起，好像是我们最好的归宿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的人。魏明，我解释一下，我说王梅刚才一个问题啊，我觉得他把自己的理解带入了人家的家庭。人家自己的家庭已经走到了婚姻的边缘，人家自己知道还有没有爱了，干嘛要把你的猜测强加给人家呢？因为非常简单，我们反复两边走来走去换观点，这证明什么？你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观点和队友都无法坐在一起超过5分钟，你怎么能跟一个你不爱的人过一辈子？不，我觉得核心是因为你不用分财产。对呀，你要是从那边走到这边，财产有一半得留在那边，你试试看。刚才王梅你对思达的这个进行的进攻啊，我可以说是，其实正是说了一条，它完全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？是你刚才说你最厌恶的那个责任感。那完全是一个出于责任啊，我也可以做到这个东西。我是一个大学老师，我的学生有因为惹事儿被警察抓了起来，然后被在关了8个小时。然后我从晚上10点钟在门口等他，在派出所门口，我一直等到早上，并不是我喜欢那个学生，那个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，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非常顽劣的学生。但是我不想在他被警察关了8个小时之后出来，第一眼看到的是空无一人的街道，我想让他看到一个他认识的人在陪着他，这就是我的责任感。我不可能爱他，我是个直男，他是个男的，还长得不好看。但是我会陪着他。如果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不管他有没有离婚，他都会尽他应该尽到的责任。责任其实跟感情，其实可以换开来。但是关键是你的爱情如果加上了结婚这件事情的话，就是相当于你给了对方一个承诺。是你亲口跟他说我要跟你结婚，我要跟你过一辈子的。那如果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话题，说你没有爱就不要结婚这种东西，就我觉得跟这个辩题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你既然选择了结婚，那你就把你自己履行的那些说过的那些承诺你给做到啊！你不做到，你又结什么婚呢？这根本不用结婚啊！不是，错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没有。我们今天的辩题你刚好说错了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其实刚才康永老师说艾丽的那个例子举得不恰当，我觉得不是。为什么没有爱？因为他打我，所以我对他没有爱。为什么没有爱？因为有人背叛我，所以我没有爱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说我睡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就是你都已经身上，你心里面都已经住了另外一个人了，你身上都有别人的香水味，还要我擦掉一切陪你睡，我凭什么呀？你凭什么绑着人家不让人家离婚呢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我们也讨论蛮充分了，你不用发表观点啊，因为你这个正在履行这个回避原则是吧？这个。我只是说这5个选手，你点评一下，你觉得谁比较好？你是中立的、超然的，谁你比较喜欢？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。谁呀？对，潇潇是吧？嗯，我觉得爱是一个不应该拿来辩论的事情，这是首先。所以我对这个辩题一直没有发言。所以我只讲一个血淋淋的事实，就是1950年我们有了婚姻法，才允许女方提出来离婚。因为在过去中国的数千年里，都只有男方叫7出3不去，就是女方犯7样我可以休妻，那只有3种情况下不能休妻，比如说无所归不去，就家里娘家没人了不去，然后贫的时候嫁给你，富的时候可以不去，啊，再有就是雨耕3年丧不去，就是我替你父母守过3年孝不去，女方没有任何权利提出离婚。那我们新中国终于可以女方提出离婚的第1年。因为提出离婚被男方家里杀死的有7万多人。按照刘思达的观点，杀死他们都有道理，为什么呢？是你承诺过，你不但跟我承诺过，你还跟我父母跪下承诺过，你还对你自己父母跪下承诺过，你还对神明承诺过，你要跟我过一辈子。今天你为什么提出离婚？我就可以杀了你。为什么不能提出离婚？为什么不能？生活在变化，那每个人的成长在变化。丈夫去赌博了，丈夫后来酗酒了，他年轻时候可能是个诗人，为什么不可以？
为什么你非要揪着我当年说过一句的承诺？每一个人都谈过恋爱，刘思达，你谈过恋爱吗？对，当你跟人说我永远爱你的时候，那最后分开的时候，人是不是有权利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个骗子，你是个女流氓？不会的，人家不会这么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生活在前进，一天一天在变化，每一个人都在成长。你18岁的时候并不懂得人生，当你28岁的时候，你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为什么不能？我说完了。你虽然有回避原则，但是我们还是听懂了。我很高兴你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就没有了吗？请回答。我觉得你这个立论就有问题。说那些回忆都很珍贵，为什么不要？没有不要啊。谁说就不要了？谁说离了婚从前的人生就失败了？所以你可以。谁说离了婚从前就那个爱情就没有了？高晓松，你作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，你可以靠着你的作品留住这份回忆。可是我若是一个不会创作的人，我可以靠留着这个人。留着这个婚姻作为我回忆的依赖吧，可以吧？如果没有爱了，你留着这个人，还不如你让这个人永远留在你心里，是那个年轻的时候的他，你爱的时候的他，在你心里，对吗？为什么不能？我们人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基于有没有爱而决定的。我们到了最后说老来需要一个伴，这个伴是跟另外一个人的连接，那个依赖。你觉得那时候爱还被放在老人家找一个伴的最高的标准里面吗？恐怕没有。他需要有个人陪在他身边，他半夜起来吃感冒药摔倒的时候，有人扶他一把，替他抱。那有多少老人是最后2个人老来黄昏恋，组成了新的家庭？难道因为这样，这2个老人从前的成长、爱情、年轻的时候付出过的所有的誓言，都是假的，都是错的吗？我想他们的回忆打了很大的折扣。把那些东西都留在心里，而再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呢？是，所以你如果这样子衡量之下，然后你觉得我依然必须要离婚的话，我们这一方当然是同意你必须要离婚的。我们现在只是在提醒你说，不要动不动到学校去一不爽就说我不要上课了，我不要考试了，我要翘头，我要。我们这一方也没有说过一天的冲动就要离婚。你们这方的冲动，今天早上我醒来就发现这个就要离婚。你们这方的冲动是说他醒过来看到这个女人，他硬不起来，他就要离婚。我跟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天底下有多少夫妻看到对方已经硬不起来了吗？就是这是常态，你根本不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理由。你不能说硬不起来要离婚，是因为我对他没有爱，我没有欲望了，所以我要离婚。我没有办法再跟他履行夫妻义务了。我相信不仅仅男生有这个需要，女生也有这个需要。那女生如果也不想跟我履行这个义务的话，她也可以离开我，这是一个双方的。我又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亲爱的，我又不是神经病。我告诉你，我们3个又不是心理阴暗，告诉你们，哎，你们2个没有爱，必须离婚。哎，你们爱离不离正儿八经的。但是我们年轻人，我们就是要把态度摆端正啊，我们就是要离婚呐。如果没有爱了，怎么了嘛？潇潇是一个
非常的标榜他因为年轻所以可以耍任性的这么一号人物。那我当然只能祝福他在人生未来的途径当中不要出现。你祝福我要离婚，我根本不相信你会结婚，你会结婚。我们走着瞧，走着瞧。好，琴姐，你来不来？他们两个人可以我们打赌好不好？一会儿做完节目，他们两个人再单聊。他们俩人再单聊。全场观众共同作证，我们打个赌，看看潇潇会不会结婚，好不好？结。哦，先离了再说，先签离婚证书再结。珊珊，然后他们的激情好像打断了你的思绪，你请。你刚才说老年人我们在一起有一个伴儿，那我觉得他们俩是有爱的，起码他们俩互相关心。但是有时候你面对的这个人，你没有爱了，也许关心都没有了。老师，我有问题。她长那么漂亮，我不忍心攻击她。她还就用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讲这些话，我没有办法反击。您看着她说算。来说，看到你就同心投气。可是是啦，我觉得这个我们站在反方立场，不会蠢到认为说没有爱了还一定要把对方绑在一起，只是提醒大家，责任就是责任啊。人生有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完成了责任感，我们才会同意我们自己是一个受过教育、完成自我训练的人，只有这一点点的存在感而已。一个随着爱情东飘西荡而不尊重这个责任感的人，我认为到了最后，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自我实现没有完成。所以我站在这一方，我只想提醒你们这件事情，不要那么任性的认为爱是人生的全部，它通常不是。我们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，好吗？告一段落之后，让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分数。现在正方35票，反方65票。好，把这个结果凝固住。来看看结果，反方。而且你们的服装也没什么创意。马东老师还好，因为马东老师平时给人的形象是那种端端正正、假正经的那种。对，这样的话是回归了本色。但是你们俩啊，平常就不正经，平时就是这副样子，平时就这样。马东老师因为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影响，就是从07年还是06年那个挑战主持人那个节目，然后就他和张绍刚老师就一炮走红了。走红了之后，马东老师就拿自己特别当腕儿，然后一般情况下是不出来做节目的，做的节目做那些非常正经的，什么汉字英雄啊，就这种节目。对，钱不够，钱够我什么都做。沈峰老师最开始是写音乐的，但是你再有才华有什么用？你的才华在历史上能排得上啊？对，能排得上。在达芬奇之后，达芬奇第一。那个米开朗基罗第二，这都是文艺复兴式的大才。小松老师前100名，我觉得是在历史上应该能排到这个数。把那金牌给我拿来。还说不开吗？蔡康永老师，现在我该说您了。您觉得您的节目在内地的收视率怎么样？马马虎虎吧。您觉得您跟吴宗宪老师比起来怎么样？他比我厉害多了。我跟您的答案差不多啊，那就好了。我们两个彼此互相同意。这么说啊，杨磊，那个你有一个标签，这导演组给我们的，说你是说真话不怕得罪人。你怎么能确定你说的就一定是真话呢？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就是呛他们俩那些话，也未必都是真话。你是意思是说达芬奇之后排前100名？我觉得他排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说真话，你肯定是认为它是真的，然后你去说 ，OK， 我就把这做真话。那你认为不是真话，然后你去说，那一定是假话。但是你说出之后，它是不是真的，这是真的也要需要检验的。但是你的责任是把你想说的说出去的。对，你有兴趣说出来，让他检验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啊。我特别享受这个状态。我只有感觉说真话的时候才活着。你讲话很温和，可是里面有很多你想跟人家讨论的这种热情。你是说我很有思想是吗？啊，没有什么思想，有态度就是了，这已经很珍贵了啊。好，希望很快见面，谢谢你。我们争取给你配一个女对手。好，加油啊！好，走吧。哎，最后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想比 rock， 对，比错。其
实是故意的。好，下次见啊。这个手势就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手势。我希望那个这样的错误以后还要多多再犯嘛。到你了，再来一个。谢谢。 Safe play， 完了。他逗笑过喜剧明星，这个事儿有什么可说的？各位老师好，我已经被他逗笑了。好了，他是喜剧明星，你逗笑了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然后首先做下自我介绍，我叫宋启瑜，宋家的宋，奇葩的奇，周瑜的瑜，日本名字叫做宋家奇葩周瑜，简称宋桑。然后高晓松老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，就称玫瑰；蔡康永老师是从台湾过来的，就称台龟。而我呢，打死我也不会说我是从乌克兰留学回来的。我是个山西人，很多朋友从太原过来看我，我说有朋自远方来，太远了就别过来了。大家知道北京的特产是什么吗？北京的特产是雾霾。最近东北和海南都有雾霾了，国家是这样解释的，叫做北京试点全国推广。我是一名学艺术的，大家都知道学艺术的女孩子都吸烟。我们班就没有人吸烟，因为我班没有女孩子，而且还成了好几对情侣。你又逗笑了另一个喜剧明星。我认为他这种很阴森的神经质的逗笑方式还挺有趣的。所以，请问，你打算用你这个害羞、内向、神经质的方法跟别人辩论吗？别人会用比较尖锐的方法，但是我会用深沉的方法，会独特的视角来和别人去辩论。就是脱口秀和奇葩说是一样的。你这个还真没人能辩赢你，就别人不管说什么，他就自己说自己的，自言自语。康永兄，我觉得你被他骗了。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表演者，是吗？马东老师说的是的，就包括他的口音和说话的语调方式，全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你能用普通话，咱们俩你把假头套摘了吧。对啊，我在生活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成分就不用那么多的表演，不用学表演，在舞台上就脱口秀就是表演，就真实的自己。比如说你是做即兴，你做那个主持是即兴很多，即兴能力很强。高晓松老师是，就是观点能力很强，就是知识的底面很强。我们就是靠段子的水平来提高，就这样子。请问你除了在表演的时候，生活中说话也是这个腔调吗？会变得比较标准一点。这些是你写的吗？还是你网上抄的？自己写的。哦，那非常好。他这个路数，我们应该会期待他这个。我们期待，对我特期待他辩论是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非常感谢，谢谢启瑜。好，谢谢。回头见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拜拜。这个很有意思，与众不同才是奇葩嘛，与众不同才是奇葩。刚才那段前面一定要连着播，不要把那段给掐了啊！啊，我叫姜涛，我把这个奇葩说，我把它当做一个政治人物来做啊，照着那100万的，就是年薪，年薪去的，他是税前税后这100万。啊，你好，3位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啊，3位老师好，你好，还有那个我叫姜涛，今年29岁，来自山东德州，我现在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做主持人的工作。我今天呢，我那个辩题是找媳妇要找美丽笨的，还是找丑的聪明的？我觉得当然要找美丽笨的啊，不能找聪明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找媳妇，因为找媳妇不能找太聪明的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因为找媳妇不可能找武则天、慈禧那种。你这刚说找美丽的，红颜是什么意思呀？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红颜说的就是美丽的。对，所以你要找方死媳妇是怎么着？啊，你又要找美丽的笨的，然后又说自古红颜多薄命。啊，他俩是一体，是一个系统，就是找媳妇一定要找美丽笨的，因为然后红颜薄命的。红颜薄命是指什么呢？因为正因为他薄命，才需要我的关心，我的呵护。
计赚得好，赚得好。命越薄越好，越需要你是吧？是命比纸薄才好。对，请问你在贵单位担任主持人，是主持什么样的节目？就是一个播报类的节目，就是自己在闲侃。你是在那个大鹏嘚不嘚是吗？我偶尔去客串。你去客串是编剧还是导演？他那时候不火的时候，他让我去，火了就不理你了。火了以后就很少了。你怎么得到那个机会呢？在《屌丝男士》，我是上了一个相亲节目《非诚勿扰》。你到底上多少节目啊？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能叫这节目。这次参加节目，你们的编导给我打电话说我是爱奇艺奇葩说的，我就说爱奇艺肯定有钱啊，现在行业第一是吧？还有个100万的工作机会，你说就照着100万工作机会，我也得来啊。是，所以你其实已经得到了表演的空间，你在一个网络上有一个自己砍的节目不就好了吗？很狭小，说实在话，挣钱真的少，娶媳妇根本不行，所以找美丽笨，美丽笨，找美丽笨需要更多钱。对。如果你今天来了，结果没有得到那个100万的最终的奖金，就只是来今天这么一场的话，对你来说值得吗？非常值得，没有一个人来说，我也不能说这节目也不能潜规则，是吧？也不能送礼，是吧？对每个人都是。这节目如果能潜规则，你打算怎么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实话，对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。你看我虽然没有漂亮的腿，你看是吧？那腿我也没有。不带露肉的啊！我们这真不能潜规则。对，我们是个很正经的节目啊。其实是这样，我觉得江涛给我们带来好多快乐，而且其实就仔细来听，基本上你跟他的对话，他都接得住，对，甚至他不完全同意你的意见，他也会以各种方式来誓死捍卫我说话的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会在辩论里是一个什么状态，请你们2位来决定了。张涛，你先回去让我们蔡老师好好想想，给我们一点空间，然后我研究一下啊。那我不确定我们会不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再看到你，可是我想凭你的本事，我们终究会在某处看到你的。对，不确定是，就是不确定。不确定，因为等一下你走出去之后，下一个走进来的人，万一让我们更开心，那你就没了。我现在就渴望下边的人都给我退赛吧，好吧？很好的想法，太正面了。好吧，咱们也别麻烦了，大家早点下班是吧？下班，其他人就别录了，好吧？好策略，好策略。你出去路上顺道把他们都劝走，这是这是很好的态度，我喜欢啊。对，谢谢江涛，再见了，别客气，再见。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，今天发挥了我5%的力气。我感觉天空才是我的极限，我是个很谦虚的人。江涛要出现在比赛，他能赢我不确定，但至少他能把人搅和乱了。而且你说以奇葩的立场来讲，是够奇葩呀。奇葩呀，对呀，一朵奇葩。OK， 你干嘛穿成这样？走马路上我也不认识你。我推荐你去星光大道吧。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？摁一下。我觉得他们2位都特别，他可以不回来了吗？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我叫豆豆，是一名小丑演员。对了，我给你们带礼物来了，稍等，等一下。他可以不回来了吗？按你的铃。我有礼物的，怎么能不回来？小松老师，这只小猪送给您，红色的马，祝您鸿运当头。我最不喜欢红色。您可以把鼻子、头套可以吗？要不然走马路上我也不认识你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你抽到的题目是什么？神一样的对手和猪一样的队友，哪一个更可怕？大家都知道是《西游记》，它讲的是灵山10万载，佛座9莲台，猪八戒7情6欲未抛开，孙猴子5行山下苦难挨，师徒4人朝西去，为取那3藏真经，心无二意，一路西来。唐僧师徒4人当中就有一个猪一样的队友，猪八戒，他迷恋女色呀，然后好吃懒做呀，但是唐僧并没有因为。我觉得他们2位都特别
都特别善良啊。然后他们一直都不肯摁铃，所以我这个百般无奈之下，豆豆，我给你个建议，就是你进场以来，我们大家共处的时间就这么几分钟而已，所以你把那些时间拿来送气球啦，那个就花掉了你展示你别的真的打动我们的才艺的部分。好。哇，老师好，好漂亮啊！你好，我叫钟美，我护照上这些都叫钟美。OK， 你干嘛穿成这样？这是我姐姐设计的服装啊。我们从小在美国就有自己的舞蹈团，她就觉得女人的身材就像一条龙。啊，你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啊？既然穿上这衣服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如果你有一个本事，一边跳中国民间舞一边说话，那就更没法看了，已经直接晋级了。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对。来一段。家里脏了，擦着这个地板。对，擦着地板，擦着屋子呀，对啊，你看左头头，右头头，擦一擦地，然后呢，那边还得擦一下。我没擦到，所以必须得这样，对吧？钟美，我觉得你，如果以美国人的角度要求你的话，你已经是一朵奇葩了，你已经是一朵奇葩，而且说话说得特别好。但中国人的角度的话，我不行。我觉得你开始说话的这个方式，其实没有超出一个学中文的普通人，普通人来跟我们聊天的一个方式。对，所以我理解。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沟通，你看行不行？但是我在走之前，我想先说一句。你说。就是我一直这3年以来，在中国特别崇拜高晓松老师。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。我叫魏明，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教小朋友变魔术。说起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魔术老师啊，我可能还要讲一段我自己的小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我觉得就不如从这副扑克牌说起。这是一副当年我自己画的扑克牌，虽然说画风很稚嫩，但是当时呢，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画它。那后来呢，有一天啊，小镇里啊来了一个人，一个魔术师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孩子，听说你会变魔术，对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给我表演一个吧。”我说：“那你随便的选一张牌。”然后他选择了这一张牌，我记得当时，我说：“看，有飞机。”当他回头的时候，我偷偷的看了一眼，我说：“啊，我知道了。”我说：“刚才呢，你选择的呢是一张草花4。”然后他笑了笑，他跟我说：“他说孩子，魔术啊不是这样变的，魔术呢应该是这样，你把草花4呢放到自己的手臂上，轻轻的揉搓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它就变成了一张真正的草花4。那我再把整副牌的牌背在手臂上揉搓一下，你会发现，牌背也变成了一副正常的牌。不仅仅如此，你会发现。”每一张牌都变成了一副正常的扑克牌，于是我就开始了我自己学习魔术的生涯和历程。那若干年以后，当我在魔术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时候，我开始怀念魔术对于我儿时带来的那种美好的感动以及精彩的回忆。于是我就想说，也许我应该把更多的感动带给更多的孩子们。我拿起了当年的那副扑克牌，轻轻地切了一下。你会发现有一张牌回来了，再切一下，你会发现第2张牌也回来了。打开一看，你会发现每一张牌又变成了我儿时的那副扑克牌，很可爱。今天我站在这里分享一些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感受，我希望把这些感受带给更多的人。魔术也许是假的，但是魔术师娱乐大家的心是真的。谢谢。谢谢魏明，非常精彩，非常好。所以你的魔术风格向来就是边说故事边变魔术吗？我一直很喜欢表达，很喜欢说话，所以说我表演魔术的风格可能一向都会是说多一点。你已经有一种，好像给一个表演状态，给一个 animation 电影做 voiceover 的时候，那个劲儿都上来了，非常好。另外，你这个正常状态其实也很好。我很想看他跟别人辩论。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取得了加入我们某一个人团的。那康永哥，我会很乐意再一次见到你。
好，谢谢马东老师，谢谢高老师，谢谢康总，谢谢你。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。好，新闻客户在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！感谢最懂你的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支持，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，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，每天推送纯干货，喂饱你。张扬，我叫张扬，我叫了好多年的这个名字了，因为这是奇葩说，我就是一奇葩呀，我能说，我到这地方名至实归。我来展示自己，我是来拿冠军，拿了冠军就有工作。我想当一个主持人，我就是应该生在舞台上的人。我是为舞台而生的人，应该这样说。长得帅就是好，我觉得只要给我这个平台，我的生命才有鲜活的意思。吴宗宪无疑是综艺节目主持人上的龙头大哥，现在，所以我这次来是帮助蔡康永老师扫清我们共同的敌人吴宗宪，捧红蔡康永。好，来呗，看看下一个是谁。我就是综艺主持界的屠龙道。作何感想？啊，已经淘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马老师。OK， 我做自我介绍吗？需要我来做自我介绍吗？需要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。啊，你看我这地方有牌子，我叫张扬，文章的章，其貌不扬的扬。我从小到大很喜欢说话，我参加了很多辩论赛、演讲比赛，拿到很多奖。爽，然后也上过一些电视，比如湖南台的《天天向上》，我一去《天天向上》收视率爆棚啊，爽。然后呢，就是央视有一个开讲的节目，我去当青年代表，我去了20多次，次去收视率都爆棚，爽。我今天要特别是跟蔡老师说一件事情，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个主持人叫吴宗宪，对，我的梦想是把他打败，但是吴宗宪我一个人打败他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，但因为他后面有一支很强大的队伍，那个领军人物叫周杰伦，我知道您好像还没有一个领军人物作为您的后面的这个接班人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，我来了，谢谢。您可以告诉我们，比方说撒贝宁连续20次邀请你，总有个原因吧？还是说你每次都拿到？他每次做的盒饭都特别好吃，所以连续我不但做盒饭，我还会送盒饭。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其实非常的哲学化，叫道德是不是工具？您的观点呢？我说道德不是工具。为什么道德不是工具？工具是干嘛的？有用的。道德有什么用？好，有的人他没道德，你跟他说你没道德，他我就没道德。道德第一个，它没有办法作为工具性；第二个，工具的作用是什么？我们说改造这个世界，创造这个东西，道德能创造什么？道德自己老改自己，一会儿说哎呀这是对的，一会儿说那是对的，它的不定型，一个不定型的东西说什么工具？又不是橡皮泥。好，对不起啊，题目我刚才记错了，就你抽到这个题目应该是道德就是工具，我记错了，你重新说一遍。要说马老师厉害。因为马老师洞悉人间之真情，发现道德本身就有工具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道德本身虽然不是工具，但它有演变呀，道德的规范和规则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谁不能够活在道德的阳光下呢？一个人没有道德，只是工具，对他没有产生作用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工具啊。你说是吧，马老师？马老师您真好。谁能借我一个金牌吗？谢谢您啊，谢谢您。我最后问一题好了哈。讲一本你最近读的书的书名让我吓一跳吧。你最近在看什么书？我一直在看圣经。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指导的方向。为什么？谢谢你了，拜拜。为什么不是说话之道呢？张扬这个小朋友啊，行径很疯狂，可是逻辑还不错。是的。败絮其外，金玉其中。Ben， 谢谢你。下一位奇葩。太化军积极努力。那是蓬莱派的嫡传弟子。我靠，真的。仁真道教蓬莱派第19代弟子，你真的有什么第19代这回事吗？有，他一上来我就知道有。今天来在了爱奇艺，让我介绍啊我自己，我的名字呢叫徐峥，
性别是男可不是女。我投师在全真道教蓬莱派，人收了我啊，做第19代俗家的徒弟。他看到了你有什么潜力，才收了你的。就是我一天正在家打坐呢，突然感觉眼前这块就是眉心这儿有一道白光，歘一闪，然后我手机就响了，我接起来就是我师兄给我打的电话。他怎么知道你师兄是中国移动的吗？什么叫白光一闪，手机就响了？他的 WiFi 装在这里。对。好，我一句话，您相信超自然的能力，是这意思吗？在您和道兄，之间打坐的时候，突然腾空而起啊，什么这些事儿，发生过吗？放不了那么大的屁。好，这才是道家，这才是奇葩，这才是道家。好，我们让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选手会是什么样的人。他说他是海归，学贯中西。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学贯中西。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您说，你这个学贯中西，你看看这笨是哪国人？我不知道。好，傅姐用英文讲一下你做生意的一个基本原则。You are God， 你是上帝，你的一切就是我的要求。用英文说 ，You are God， 不就这一句吗？傅姐 ，You are my God， 你知道吗？You are oh my God。下一位选手，没故事不用来了，下一个吧，好吗？你就让人家看看没故事的状态吧。啊，没故事什么样？来吧。你觉得自己无趣吗？我觉得应该算无趣吧。那你干嘛来了？来参加这样的节目，就是去增加一下粉丝，工作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。对。那我希望今天的曝光足以为你争取更多的粉丝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不是我们找那个人。来，我们看一看下一位选手是谁。三位评委老师好。你身后这位身份可疑的人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的同事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米粉。我叫张天一，我是一90后，今年呢是北大这个法学院刚毕业，我大一、大二一直都在打辩论。从辩论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乐趣或启发吗？就一个事儿，就压根没有辩的必要，对吧？然后夸找很多逻辑在那说。所以我后来我在大三以后再也不打辩论了，打了很多辩论之后，所以其实来这儿也是见识，然后也无所谓。对，我当时觉得很好玩，就说奇葩，我说我不是奇葩呀。好，我决定摁第2下。我觉得你们家的雪碧味道很好。太没礼貌了。好，感谢。谢谢你，再见。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下一位选手范甜甜，爱新觉罗载甜的甜。我不喜欢别人形容我，我特别讨厌别人对我说我是女汉子，或者是女强人，或者是什么你这个女汉子更讨厌的一句话是剩女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发明出来就是对女性的一种贬义词，所以以后在外面就注意点，残酷的社会现实会给你颜色看看，甩你2个大头耳光。人家叫钻石王老五嘛，我要钻石范老五，为什么不是呢？他听不得剩女2个字。那等一下这样讲给他听听看。现在就想一杯酒泼你脸上，等太久了，我烦透了已经，我的耐心只能维持4小时。我比较老派，我喜欢那种不一样的，不是那种拱子那种的。喜欢 funk 这种的。Earth, Wind and Fire 这种的。Do you remember? Ready for smiles. 所以，我可以做吗？可以。太好了。就现在心情不是很好，脾气有点差。你也在减肥吗？
那我也在减肥，女人永远在减肥。因为我现在你有看过一个女人没减肥的吗？对，我现在心情不是特别好，因为我等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。是，对，然后脾气也不是特别好。可是你看起来看得出来，我也不是什么脾气好的人，所以大家都该干嘛就干嘛啊，来吧。你看起来大家好，我是范甜甜，来自上海，今年34岁，至今未婚。我是一个职业的那个喜剧演员，所以我从小到大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孤独。我从3岁的时候就在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去哪里？就很 philosophy 的问题啊。然后我就尝试去自杀，觉得想要知道生和死和人生的终极奥义到底在什么地方。那你这个问题后来有答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吃的是樟脑丸，死不了。对，范甜甜，你每天出门的时候，妆容都这么整齐吗？没有，刚才才补的妆，我平时不化妆。所以是素颜出门吗？对，我不一点都不 care。我觉得人就是这张皮，特别像我这种以个性取胜的女人，我根本不用靠脸。虽然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从小到大就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。我每次我经过镜子的时候，都会觉得这个镜子为什么没有爆掉，叫脸爆干个脸啊！当然，在世俗的眼光当中啊，也许你觉得我是一般般的，所以你没有什么。就也跟我不是一个 level， 所以也不想多。所以跟男生出去约会的时候是，那是一定要化妆的。男人都是视觉的动物，好吗？不要减肥，不要减肥，那就是放屁。你一胖就不要你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我到了30几岁，我没结婚嘛，现在很大的问题，你看我自己把点又找回来。30几岁没结婚，我们也没麻烦你找啊。我怕你们太晚了无聊，我也无聊。你知道我已经无聊到快疯了。今天一整天从下午等到现在，而且跟我一起来的人，随便聊2句，我觉得蠢的已经不行了。我真的年纪又轻又不懂什么叫尊老爱幼，然后也没有礼貌，然后也是觉得自己嘚瑟的不行，我牛逼的不行了，已经觉得一点点成就，觉得自己是谁了。你年轻时候是这样吗？人家依然年轻，好吗？能帮忙好吗？没有，说是那些年轻的那个，所以我没有，我就说特别是就是刚刚20几岁有点小有成就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。我特别恶心这种男人，然后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女的只要比我年轻、比我漂亮，我都讨厌。所以没有理由的讨厌。所以20几岁的男生如果要追你，也不能考虑吗？我的男朋友都是20几岁的，都比较年轻，就是没有年纪大的男人喜欢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你。比如说我平时讲话的调调，今天可能还会有点亢奋，是因为我太累了，想自己cheer我自己 up 一下。那平时有的时候跟别的男人聊天，年纪大一点的男人，他会觉得，哎呀，你女人，你的头发长见识短，你少啰嗦。女人在家里烧饭得了，侬快点结婚，哎呦，烦死他了。在年轻的男孩，他喜欢听你说嘛，他会觉得啊，你妈妈说他的，哇，姐姐好厉害。而现在男孩都是被妈妈保护过度嘛，恋母情节都很重。所以其实你并不喜欢这些男孩，但是你的男朋友全谁说我不喜欢的？青春的肉体谁不喜欢？你不喜欢？你对，继续吧。青春的霸配谁不喜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他们保持那么年轻又漂亮？不有秘方的好了。请问你说你小时候就开始思考哲学性的生死问题，对，然后之后为什么走上了喜剧表演之路，而不走上可以考虑生死问题的那些研究的方向？因为我还留恋人世间的欲望，对父母的割舍和对。吃饭啊，买名牌啊，这个女人喜欢的这种欲望，年轻的男孩子啊，都还有留恋。我觉得再过个大概20年左右的话，能行吧。所以，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，你比较喜欢在舞台上表演，还是电视，还是电影？我想选择电影。有尝试过吗？有，我签了周星驰的公司，最早的时候，我比黄圣依都还早。我演的功夫我也有演过，在美国的公映的时候。你是演的那个斧头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我很瘦很漂亮的，好吧？对，后来拍了他们的电视剧，也有拍《功夫状元》，拍了好几个电视剧，拍了电影。后来因为公司的事情就被雪藏了嘛。我问一个无聊问题，您戴的这些装饰品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还就纯是好看？只是爱好，但是我的骨子里有2种，一个是 funky， 一个是 hip hop。所以我说人家在听那个小虎队的时候，我已经听 Earth, Wind & Fire， 我听 George Duke，Cool and Gang 这种的什么的 ，Ella Fitzgerald 的这种的，就是。后来慢慢这种音乐开始演变成 hip hop， 然后我就开始跟这种年轻人的脚步开始 hip hop， 然后又开始什么 B.I.G， 然后又 Tupac 那个年代我也很激动呀。然后现在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了之后，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音乐的战士，你是不能死的，所以我要把我的 hip hop 精神永远存在下去。但是我觉得我是女生，所以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点女孩子的元素在里边，你们可以看到我小女生的一面。你到底是哪来的？甜甜，你知道你没来之前，我几乎觉得这个节目已经完蛋了，就是
就是说叫奇葩说，就从来一个都没有见到过。只要你的出现，我觉得光芒万丈，所有的生活才有了意义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我刚刚楼下那一圈人，我都看一遍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哎！哦，就刚才我也碰到有些孩子会说什么啊，辩论大师啊，什么高校里边都是怎么多厉害的人，这有屁用啊！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个很成功的人 ，OK， 你说的理论也许我会相信。但是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也就是一个土鳖，你拿什么说服我呢？然后我就最多我就耸耸肩 ，OK，whatever，talk to my hand。OK， 这个3个人都没有按铃，听你到现在，而且非常好，很期待你下边跟别人辩论的时候。其实我不太想跟他们辩论，说实话。但是你说的很对，生活阅历是辩论的重要的来源。对，